曾经，明凡在千元级价位推出了 UM480XT、UM560XT 和 UM690S 这3款热卖机型，当初覆盖了从1000元到2000元的终端迷你主机市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销量。其中的 UM690S， 我自己还一直不关机，使用了2年多，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现在还是这块竞争最激烈的千元机市场，明凡也上市了3款高品质的小主机。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来看看明凡这3款终端千元小主机，它们有哪些不同和相同。带有 OCLink 接口的银色外观 UM760 Plus， 深空黑色的 UM760 Slim， 同样银色外观的 750L Slim， 这3台就是明凡目前在售的终端千元小主机。大家是有意这些便宜的终端机型呢，还是想加点钱上明凡的 8845HS 或者 8745HS 旗舰机呢？这3款终端机分别配置了2款不同的 CPU，UM750L Slim 装置的是 Ryzen 5 7545U，UM760 Plus 和 UM760 Slim 装置的是 Ryzen 5 7640HS。明凡 UM750L Slim 装置 AMD Ryzen 5 7545U， 2个任4和4个任4 C， 一共6核12线程移动 CPU， 内置的是 Radeon 740M 核显，LPDDR5 内存6400兆赫兹，双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3屏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6E。明凡 UM760 Slim 和 UM760 Plus 都装置了 AMD Ryzen 5 7640HS， 6个任4，一共6核12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 Radeon 760M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3屏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6E。UM760 Plus 额外多出一个后置 OCLink 接口。3台 UM700 系列的小主机的外包装，我们先打开 UM750L Slim，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显示器背夹和螺丝，以及可更换的脚垫。说明书，这 DC 小电源19伏 3.42 安，一共65瓦功率。接着打开 UM760 Plus， 电源线、HDMI 线缆、显示器背夹和说明书，这些都一样啊。UM760 Plus 版的独特之处是附有一个 M.2 PCIe 转 OCLink 的配件，而且 DC 小电源是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最后打开的是 UM760 Slim， 配件都是一样的，没有 OCLink 转接板， DC 小电源也是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我们把3台小主机摆在一起， UM750L Slim、UM760 Plus、UM760 Slim、UM750L Slim 和 UM760 Plus 都是银色塑料外观， UM760 Slim 是深黑色塑料外观，三者的大小完全一样，差不多都是 0.8 升。拿起 UM750L Slim， 里面有明凡的英文 logo Midas Forum， 其他2台也有。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双 USB 3.2A 口耳麦接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 2.5G 网络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可以 PD 输入 DP 输出的全功能 USB 4 接口， DP 1.4 接口，双 USB 2.0 接口。UM760 Plus 相比 UM750L Slim 接口是差不多的，但多了一个 OCLink 外接接口。UM760 Slim 小主机是深黑色的塑料机身，除了颜色，其他接口完全一样，也是只少一个 OCLink 接口。小主机的双侧、底部、后部都有通风口。取下背部4个脚垫，再取下4颗螺丝，从这个缺口揭开底盖，
我们来看看内部接口情况。底盖上有一个静音风扇，预先装置好2片硅胶散热铁，双 DDR5 内存插槽，2组2280 PCIe 4.0 x4 的 NVMe 接口，一组接了 SSD， 另一组空置，可以转接 Oaklink 接口，取下原厂的 NVMe SSD， 联发科 WiFi 6E 无线网卡。咱们的 UM760 Slim 内部相比这台 Plus 就是没有 Oaklink 后面板开孔。同样打开另外一台 UM750L Slim， 内部接口也基本一样，也没有 Oaklink 后面板开孔，但这台是板载 16GB LPDDR5 内存6400兆赫兹。明凡所有小组件的 BIOS 都已经图形化了，必须给好评。2台 UM760 的 BIOS 首页，这里是内存和频率，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最大 16G。这里设置来电制启，这里设置性能释放，默认是60瓦到54瓦，我们使用了默认设置。UM750L Slim 和其他2台机器的 BIOS 也是一样的，也能设置远程，也能设置来电制启。不过性能释放最大是默认模式下的40到35瓦。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364 跑2台 UM760 小主机的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直接跑在60瓦，10分25秒后下滑到54瓦，整机功耗从81瓦下滑到73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 4.3 GHz。 我们单烤了1小时03分钟，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92度， SSD 最高温度52度。而跑 UM750L Slim 小主机 7545U FPU 单烤的时候， CPU 运行在40瓦，9分10秒后下滑到35瓦，整机功耗运行在54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 4.7 GHz。 我们单烤了1个小时，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90度， SSD 最高温度66度。我们用明凡 UM760 和 UM750 一共3台迷你主机的Ryzen 5 7640HS CPU 和 Ryzen 5 7545U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 7640HS 跑到了743秒和750秒，这个成绩超过了 UM690S 的 6900HX， 也超过了英特尔 NUC 的 1360P， 而 7545U 的963秒超过了 12450H、12650H， 接近 6600H。 CPU Z 7640HS 多线程低于 6900HX 和 1360P， 7545U 的多线程超过了 12450H， 接近 6600H。 Geekbench 5 7640HS 多核和 R9 6900HX 非常接近，单线程要高不少。 7545U 的多线程超过了 4800H、5600H， 也超过了 12450H， 接近 6600H。 Geekbench 6 7640HS 多核超过了 R9 6900HX， 也超过了 1360P， 7545U 也超过了 6600H。 Cinebench 223 2台 7640HS 多核超过了 1360P， 稍微落后 6900HX， 7545U 超过了 6600H。 Cinebench 2024 2台 7640HS 的多核超过了 6900HX， 7545U 接近 6600H。 Passmark 2台 7640HS 多线程接近 6900HX， 超过了 1360P， 7545U 接近 6600H。 综合上面的比较，明凡 UM760 Plus 和 Slim 的 7640HS 单核普遍超过了其他 680M 核显的 CPU， 多核与自家的 UM690S 的 6900HX 差不多，超过了英特尔 NUC 1360P。 明凡 UM750L Slim 的 7545U 单核也比其他 680M 核显和 Vega 核显的小主机的 CPU 强，多核超过了 4800H、5600H， 也超过了 12450H 和 6600H。 然后看娱乐大师 UM760 Plus 总分 1,349,093， CPU 得分 810,466。 UM750L Slim
总分1106692，CPU 得分690158。我们给3台小主机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在 CoreMark 成绩上 7640HS 接近 6900HX， 7545U 超过了 12450H。 7545U 的核显 740M 稍弱一些，它只有4CU。 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100帧左右。原神 1080P 中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40多帧。7640HS 的核显 760M 核显稍微强一些，它有8CU。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80帧左右，复杂场景60多帧。路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接近70多帧，非常不错。英雄联盟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9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战斗起来50多帧。消失吧！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里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彩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61帧每秒，还可以哈。实战一下。这就是 Radeon 76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7640HS CPU 最高 91.9 度，内存做显程最高 63.5 度， SSD 最高44度。看一下 3D Mark 的图形得分，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760M 核显的各项成绩和 680M 核显差不多， 7640HS 和 6900HX 差不多， 7545U、4CU 就要差一点了。接着我们给 7640HS 和 7545U 分别跑了 AI 大模型测试，还是探测车编程，最后结果是 7640HS 14.31 token 每秒， 7545U 11.42 token 每秒。我们也让 7640HS 作为局域网共享大模型服务器测试了实时网络翻译速度，竟然也达到了27 token 每秒，和 780M 核显小主机差别不大，还是真能使用啊。上期我们介绍的迷你主机跑实用本地 AI 应用，能进行实时网络翻译的设备，可以添上这两台 7640HS 小主机了。显示输出不管是 UM750L Slam 还是 UM760 Plus 和 UM760 Slam 三台小主机的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满足满血的 HDMI 2.1 FRL 标准。三台小主机的 USB4 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此时这三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三台小主机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Hz 10位 YCbCr 44显示信号。Radeon 760M 和 Radeon 740M 核显视频解码能力，它们都能应接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 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都能流畅播放。UM760 Plus 原厂硬盘测试6000兆比每秒，是 PCIe 4.0 X4 的不错的速度。UM750L Slam 原厂硬盘测试4600兆比每秒，是 PCIe 4.0 X4 的入门速度。三台小主机的 USB-C 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不错的 USB-4 外接存储的性能。三台小主机都使用了螃蟹 2.5G 网卡，我们用 iPerf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明凡 UM760 Plus 和 Slam 装置了 Ryzen 5 7640HS，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60到54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没有超过95瓦，120瓦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28.8 度， SSD 待机温度28度。明凡 UM750L Slam 装置了 Ryzen 5 7545U，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40到35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没有超过60瓦，65瓦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7.6 度， SSD 待机温度33度。三台小主机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噪音43分贝左右，放到耳边位置只有38分贝，都相当安静。三台小主机的 USB-4 接口都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 LG 显示器一线通。我们今天测试了三台不同的明凡千元终端小主机，明凡 UM760 Slam、UM760 Plus 还有 UM750L Slam， 它们都装置6核12线程的 CPU， 只不过 7640HS 是6颗韧4， 7545U 是2颗韧4 4颗韧 4C。 性能上两台 7640HS 完全一样，它们接近了以前我们测试过的最强 680M 核显小主机明凡 UM690S 的 CPU 6900HX， 完全超过了英特尔 NUC 的 1360P， 而 7545U 则完全超过了以前我们测试的 UM480XT 的 480H， UM560XT 的 560H， 也超过了 12450H 和 6600H。 760M 核显的图形性能也和 6900HX 的 680M 核显相当，它更强的地方是核显的硬解码能力，它能硬解 8K 60帧的 AV 视频，而 680M 核显对 8K 无能为力。 7545U 的 740M 核显同样也能硬解 8K 60帧的 AV 视频。这三台小主机都装置满血的 HDMI 2.1 FRL 接口，
可以输出高刷10比特显示信号，全功能 USB-4 接口都能达成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3台小主机跑自己最大能力的100%的 CPU 测试的时候，耳边噪音只有38分贝，完全达到了安静的标准。总结一下，明凡 UM750L Slim 装置的是 Ryzen 5 7545U，40到35瓦的性能释放，完全超过了以前的 4800H、5600H， 也超过了 12450H 和 6600H。 散热静音优秀，满血全功能 USB-4 能接入 PD 电源和输出 DP 信号，接口兼容性完美。根据它的性能表现，我认为它是3台小主机中适合作为入门办公和家庭 HTPC 的小主机。满血的 HDMI 2.1 接口不可浪费啊！明凡 UM760 Slim 和 Plus 装置的都是 Ryzen 5 7640HS，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60到54瓦，和 6900HX 相当，图形游戏性能也差不多。散热静音优秀，也有全功能 USB-4， 接口兼容性完美。UM760 Slim 完全合适作为我们中度办公和完整家庭影院 HTPC 体验的小主机，而 UM760 Plus 还规划了 Oclink 接口，达到了我们新星链的超级大满贯接口标准。它在 UM760 Slim 中度办公和完整家庭影院体验上又附加了 3A 游戏体验，这是一台全功能的迷你主机。根据它们的性能、价格和接口配置，我对 UM760 Plus 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另外2台也给出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